那今天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重磅的 LoRa 啊，叫做 AW Portrait CN2。那这个东西的话呢，其实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，即便你没有用过第二版，那之前的版本你应该也用过。它在整个的肖像上的表现呢，的确是非常棒的。那其实呢，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在期待这个模型。那大概在26号的时候，那作者叫 Dynamic 王啊，在他的 Twitter 上呢发了一个帖子，说那个 AW Portrait CN2 这个模型呢将会在28号发布，并且呢将会在 LibLib 上呢提供下载。所以说呢，我就在28号呢一直等这个模型，结果呢没等着。今天呢我们又看到这个模型，但是这个模型的下载地址呢变成了 Shaker Labs。大家点开 Shaker Labs 呢，你会发现啊，在这儿呢有一个非常大的 banner， 上面写着 Welcome Dynamic One to our platform， 那就代表着 Dynamic One 呢已经加入到了 Shaker Lab 这个平台，那也代表着它可能跟 LibLib AI 的这种合作呢，告一段落了。当然这里边可能有很多的故事。我觉得这个故事应该也非常的俗套，当然这个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，但是对于大家来讲呢，应该是一个小的故事。那我们还是重点看这个模型，这个模型在之前呢，它有很多的实例，重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这样几个方面的提升。第一个呢叫做对 Flux 人像真实度的又一次提升，那就是说它会对 Flux 的人像呢做再一次的优化，包括整个的皮肤的质感，整个的表现力。那第二个特点呢，其实是对东方美学呢有了更好的理解，不管是对东方的这个景物、人物以及古风的这种展现都是非常漂亮的。另外呢，除了对于这个我们传统的这种写真类的美女之外，它对于男性啊、老年人呢，还有普通人啊这种表现呢，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那还有一个就是它在不同环境的光照下呢，表现也是非常优异的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，就这个模型呢，其实做了很多方面的提升。当然，这个只是它的宣称。那到底怎么样呢？我们需要试一下啊。那我在 Running Hub 上呢，给大家做了一个工作流进行测试。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hub.ai 访问这个平台，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，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。那我在这儿建了一个工作流叫 AW Portrait CN2 测试，这里边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一个标准的 Flux 的工作流。当然这个跟你见到的可能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呢之前用的那个版本是用那个高级的采样器，大家可能用起来比较麻烦，所以说呢我采用了一个大家更容易理解的方式把它重构了一下。如果你之前经常看我的视频，对这个工作流应该非常熟悉，这样呢我就不细说了。然后大家注意啊，我现在的分辨率是1024×1024，然后采用的是 Flux Dev FP8 的主模型，别的呢没有什么好说的。然后是加载这个 LoRa， 那么大家可以去搜一下，这个我给大家也把这个 LoRa 给上传上去了，因为我发现还没有人传。那么关于它的具体信息，大家可以在抱抱脸的官网上看到，包括它的一些使用说明，这个并没有太多的信息，只有这个权重的建议是 0.9到1，我用的是 0.9， 然后大家下载模型呢，同样是通过 Files and Version 去下载这个模型就行了，它的大小呢大概是613兆。好，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基本的一些测试。那我们的第一部分测试呢是进行这种景别的测试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关于这种 Portrait 就是肖像级，它往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当脸贴的比较近的时候表现非常好，但是一旦脸拉远的话呢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那我们在很多模型上见到过类似的情况，所以说呢，我们拿到一个 LoRa， 尤其他自己说它是一个 Portrait LoRa 的时候呢，我们首先要对它的景别做一个测试。那为了方便测试呢，我们先来确定一个主题。大家注意，我现在的主题是樱花树林里的女孩，所以说呢，我这儿有一个提示词，就是一个迷人的东方女孩在樱花树林里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的种子设成随机的30步采样，采用欧拉的采样器，然后 Simple 的调度器，然后我们来跑一遍，大家看一下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呢还是非常棒的。好，下边呢我们把镜头先拉近，这样呢我写上 Detail Face， 然后呢我们运行一下，我们把它放大啊。好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整个的表现也是非常棒的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比较清楚，对吧？整个面部的表现呢的确是非常漂亮啊。好，下边呢我们把景别拉远，然后呢我在这儿加一个姿势就可以了。那比方说呢，我们现在可以写上 standing， 站着，
那它去表现站的话呢，就意味着它需要有更多的身体的这种部位啊，才能把站这种姿势给它表现出来，所以说景别会相对来说更远一些。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呢腰部以上的视角已经有了，看一下东方人物的这个感觉还是非常漂亮的啊。我们再来走一个，但这个图稍微有点怪，但是从美观程度上来讲呢，它是无可挑剔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继续拉远。那我现在让它站在草地上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地面的信息需要展示出来，视角就会拉得更远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有点问题了，对吧？我们多跑几张，感觉一下它是不是很容易出现所谓的畸形的手啊，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问题，还是可以的啊。面部不清楚。可以理解啊，因为你现在的这个像素点呢是不够的，那你后边可以加上 detailer 是吧？这个就会更好一些。那我们再跑一张，同样的问题，对吧？当然在这种情况下，可能焦像的这种 LoRa 呢，它的测试可能意义不大，因为我们必定还是希望它是一个比较近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效果。那这是我们做的一些基本的测试啊，大家会发现它可以满足我们基本视角的一个使用。下边呢，我们来做一下其他的测试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不同人物的。下边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提示词。这个提示词的大致意思是说，一个京剧的女演员正在为演出前做一些化妆的准备工作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对于这种京剧的脸谱，它是不是能非常好的表现出来？因为在它的视力里边有这样一张图片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来模仿一张。好难看啊！再来一下，这个还可以，再来一下啊，还行吧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脸谱的这个感觉啊，可能没有它那个视力那么好。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分辨率啊，有可能呢1024×1024并不是它原始的分辨率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个分辨率的问题。就是最佳的分辨率并不是1024×1024，我们换一个试一下啊，也许有可能我们能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。那我现在换成720×1280，然后我们再来跑一遍，这个就漂亮很多了，是吧？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这个也可以，这个也都是不错的啊，包括整个面部的细节呢，都会有一些非常好的改观。所以说呢，这样啊，我们暂定这个模型的有效分辨率或者最佳分辨率应该是一个9:16的。或者最起码你应该是一个数的啊，就是3:4的或者9:16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可能会更好一些。来看这个非常的棒，是吧？下边我们以这个分辨率为基础来测一些其他的这个内容，看一下是不是会得到更好的效果。下边呢，我们测一个男性的角色，看一下啊，这个也是非常棒的啊，非常好的一个东方男性表现的效果。我们再跑一下，当然这个背景现在是一个纯色的，那你可以换成任何其他的场景也是可以的，非常棒。而且它这个面部好像并不是一张面孔啊，所以说呢，泛化能力也是比较强的。下边呢，我们测一个古装，因为它要展示东方美学的话呢，这个中国风啊肯定是跑不开的，对吧？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也是非常漂亮的。所以说呢，它的表现其实还是在中景和近景会更好，对吧？远景呢其实稍差一些。那这是古风人物的表现效果，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。下边呢，我们看一个普通人的，这是一个卖小吃的这个老师傅，你会发现啊，在整个场景里边呢，就不会有太多的写真的感觉，对吧？非常的生活化啊，非常的具有烟火气，但是的确是把这个东方的这种市井的景象和感觉呢给表现出来了啊，我觉得呢也是非常好的。关于人物的测试呢就到这儿啊，下边呢我们来做大家比较关心的手势的测试。那我们看一下一个经典的手势啊，叫 Give me five， 是吧？要伸出手掌，这个有点虚啊，少一个手指头，对吧？我们再跑一下，可能这个提示词呢会采用这种镜头虚化的效果啊，还可以，清楚了之后是没有问题的啊。我们再来看一下。这个也没有问题，非常的漂亮。好，下边呢我们换一个手势，那这个呢是非常老土或者是非常流行的一个国际手势，伸出2个手指 V 字形。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表现怎么样？非常漂亮，是吧？女孩的感觉展示的非常好啊，的确将这个人像的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这个有点怪了啊，这个手势不对啊。我们再跑一个，这个也一般。所以说我觉得它对手的这种展现没有做太大的改进啊，只能说跟 Flux 原生的这个模型是持平的，对吧？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。好，下边呢我们看一下特殊姿势。
那姿势的话呢，我们测试一个非常性感和优雅的坐姿就可以了。来看一下，很漂亮，对吧？这个构图是不是有点问题？这个凳子有点怪啊，但是人物的这个感觉是对的，这个就非常漂亮了。这个姿势也是非常迷人的啊。最后呢，我们来测一下他们对于场景的展现。那我们来生成一个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场景啊，叫做喝酒的美女，非常漂亮，也非常真实。当然它对于文字来讲可能还是生成不了东方的文字啊，所以说是一些四不像的东西。看一下整个女孩的这个状态和表情啊，都是非常漂亮的，非常真实的啊，不能叫非常漂亮。下边呢，我们再来看大家也是比较感兴趣的一个场景啊，叫做熟睡当中的女孩，非常棒，对吧？这个场景的展现能力是非常强的。那下边我们测试的这个场景叫做收到礼物的女孩，有2个人啊，这个构图有点怪，这个是对的。一个外卖员来送一个披萨啊，然后他收到这个披萨，这个故事感还是比较强的。那最后这个场景呢，也非常的棒啊，非常的特殊。下边我先不说它是什么场景，你来感觉一下，大家能想到这是一个什么场景吗？其实是我们从图书馆的一个夹缝里边抓拍到的一张女孩啊。当然有很多人告诉我说这叫偷窥啊，当然我觉得还是抓拍比较符合我的人设啊。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场景啊，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。当然当这个景别离得太远之后，这个人脸就不太好看了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你需要加上一些修复。但是不管怎么讲啊，那我们通过这样的测试，我们可以确定 AW Pocket CN2 这个模型呢，的确是各种能力都非常均衡的一个模型。除了在手势的表现上没有做任何调优之外，我觉得在人物、光影、故事感、景别，那基本上呢都可以满足我们基本的要求。大家呢可以自己试一下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懂爱的人。